我有哥，我来烦你了。哦，那我上面被还了。上次啊，我们聊完这么多涡轮之后 ，OK， 有人突然提出好奇的地方。如果我车我不想改那么大，我单纯想要就是原厂直上那种的。原厂直上有东西吗？哦，这阮替国外人给做这啊。真的吗？然后带你来看行。来走。我有个是，你既然说原厂的涡轮，也可以去增加它的效能吗？哦，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我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举例给你看好了，就说我们要让这个叶片轻量化，我们反应就会更快。这个君豪上面的涡轮增压器的叶片，它是 GT30R 的，这个是我们做的，大家可以看我们把那个叶片改变了但是它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轻量化。那这个也是同样的叶片，同样的尺寸，但是你看它造型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它可以直上，就是不用加工涡轮增压器的状况下，我们改变了两个叶片，进气跟排气。让它轻量化，那进气我们增加它的风量，排气我们让它反应更快，这样就能达到你要的功能，就是我们不加工涡轮增压器，然后只换叶片，它就会更轻快。我有个，那你既然一直提到轻量化，我会想要确认局一下。没有问题啊，你说。那我现在来个棒秤出来咯。好 ，OK， 来。你说我原本的是哪一支？原本是这支，这是 GT30R 的是。247克，247克好，来，这个是我们最新的黑科技209克，我差了2层呢。对，所以相对的，我只要重量越轻，我相对的提速就会变得快很多。它不是只有轻而已但是还要让你的温度降下来那你温度降下来的时候，你在补油的时候，你又可以那个马力又可以再跟上去了。所以你说可以让温度降下来，是因为叶片设计的关系吗？没有错，对，更轻。这边是特白涡轮端呢。所以像这种，就是这算无长无短嘛？这无长无短。这个是原厂的10叶的。它是一样长的10叶。那为什么要做无长无短呢？来，你看我们。这个涡轮增压器最重要的，第一个要轻快，天下武功唯快不败。第二个，涡轮的温度如果高的话，它就容易烧毁。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快，第二个我们温度要够低才可以。所以我们降低它的排液的时候，那我们让它的温度可以快速排掉，那温度降下来。也更耐用也更轻快。难怪我那颗 AR70我开起来会觉得那么轻快。没错OK， 这个就是我们的黑科技OK， 那第二个方式，你说会是一个轻量吧？那另外一个是提升风量。对，就是说刚才你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是原厂的叶片，你看这个2个尺寸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风量是大很多的。OK， 所以就是说第一个我让它更轻快，第二个我让它风量更大，你就会那个更顺。OK， 但是这个毕竟是我的改装涡轮啊。那如果是原厂的车子，有这种选项吗？OK， 有，没问题的来，这个就是我们帮这个中南美洲的客人做的这个是最新的 Suzuki Swift 1.4的是 Bolt 的那个。对，yes，它原厂好像是140匹马力。这个我们进排都加大之后进排都加大，这个尺寸其实是大很多那客人是做到220匹马力的。差那么多？差很多。可是那个它等于是脱胎换骨，但是要写电脑。OK， 但是如果说我不要去写电脑，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的话，实际上它也可以增加我的很多的反应的。也可以，对，那个就是说我们不加工涡轮的状况下，就是让你的这个涡轮更轻快，然后它的风量会更饱足，对，更饱足。只是我找回这个引擎失去的动力了。OK， 那前面那个金色是什么东西 ？OK， 这个是我们的止推片因为你的涡轮增压器叶片变化的时候，因为它的风量更大了嘛，功率更大，那这个是止推片、止推轴承，那我们要做强化的止推轴承，让它能够有更大的支撑力，然后它的油量可以支撑，提供更大的油压，然后它可以对应更大的马力。所以换句话说，我可以这么讲，因为原厂的车子有时候受限于可能造价的一些部分，所以它没有办法说做比较精密的加工，因为毕竟很贵。对。那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就像刚刚威尔哥说，他只是找回一些他原本应该有的一个动力的部分，没有错。那就是把它做一个更适当的一个优化概念为主。对，你怎么那么厉害？恭喜加去的。
所以像郭哥这几次这样子了解下来，我觉得像涡轮实际上很有这种不同的多变性的。对，那未来啊，要再麻烦你再为各位再介绍更多不同的有关于涡轮的一些细节喽。尽管放马过来。OK，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好，就到这里啊，下次见了，好，拜拜。